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九转形成，横盘调整了几天，是为了加速新高，还是准备再次的下跌调整呢？近期我们提醒过很多次英伟达的买入机会，而现在可能还有最后一个加仓点，在短线止盈的时刻上，如果出现这一个信号，可以追涨加仓。微软大涨后开始回调，这是一次底部反转。回调中有哪些支撑可以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5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还是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在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看到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市场观察。阿哲会把之前的观点再复述一遍，而后我们看一下目前九转已经形成，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又有什么作用？那它的风险真的会产生吗？每次九转都会下跌吗？而对于指数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是个股的一个分析。个股上我们还是会看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Coin、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A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E 以及 MBIS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那么阿哲在讲解正式内容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可以看出有比较多的内容，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一些些。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您可以在下方看到一个时间轴，阿哲已经把它分割好了内容，您对应时间轴可以跳转。那么先观看您最想要先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今天的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观点的回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当前市场出了九转之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超买的一个信号，就是之前讲过很多次的，周一的时候也有提到过。这个超买信号产生的时候，一般说明市场是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上涨，所以它是一个黄色 K 线。那么这种强势上涨当中，它目前已经脱离了超买状态。一旦脱离超买状态，它要么出现两种可能，一种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这种是大概率事件，或者说在某些反弹时它可能出现消失破位，它会出现一个下跌，一个破底行为。而上涨当中的回调，我们一般首先界定它可能是一个回调，会到飘带寻找支撑。所以目前比较大概率一个情况就是黄 K 消失，第一个目标往飘带去寻找支撑，它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缺口技术当中一个共振的支撑点。所以您可以看飘带，如果有采取图的可以用飘带作为支撑，如果没有飘带可以用前方缺口作为支撑。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回调到飘带附近，或者说在缺口附近有支撑止跌，那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趋势买点。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比较小概率的，就是加速的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伴随的是黄 K 产生，但是并没有去跌破，就超买了，但是它可能以震荡来做回调。那么后续如果能够收一根阳线，把黄 K 这种密集的高点给突破，那么我们认为它还是很大可能性是往前高去加速运行，会有一个加速行为。而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这种黄色 K 线超买，它其实它的高点后续是没有被突破的，是吧？消失的高点没有被突破，下方寻找支撑，如果没有支撑，那么也会出现暴跌。那如果有支撑，那就寻找一个机会啊。所以这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一些观点，可以用缺口，可以用黄 K， 可以用飘带来去进行思考。那接下来看到第二个就是九转形成的一个意义。在九转形成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市场在短波段形成一个超跌或者说超买的一个节点，跟黄 K、蓝 K 的一个含义是有点类似的，只是技术方法方面不是一个同个逻辑。那之前的这波下跌是跌到了九转，我们提醒这里是一个超跌点，要注意它的一个机会产生。那么市场目前涨到了九转，那么阿哲依旧要提醒这里是一个超买点，要小心九转的一个再次形成后的一个风险。下跌九转会产生上涨机会，那上涨九转自然而然会产生下跌机会。不过纳斯达克指数它有一个特殊的惯性。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它的日线图表。在纳斯达克指数，我说在美股的指数当中，它的特点就是下跌九转很容易见到真正的低点，而上涨九转往往不是真正的高点。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前期这一波上涨其实出现了2次九转，然后才真正的在某些关键位置出现衰竭。前期的这一波下跌时，它一个九转就见到一个低点。
那么现在这一次是不是也是下跌时，而后一个九转就见到了一个低点？所以美股市场当中下跌九转更容易让我们引发关注，因为它很少出现，而后每次出现基本上会产生不小的行情，所以它有很多情况下会出现。上涨九转后还在涨，上涨九转之后还在涨，但是下跌九转往往很容易引发反弹，是吧？下跌九转反弹的概率是极大的。而如果它是一波相对大级别的下跌，出现的这种尾端的九转，反而是我们认为容易见到低点的，特别是在某些周线上。那你会发现周线所出现的下跌九转也很少，上涨九转很多，像这种地方上涨九转之后还在涨，是吧？上涨九转还在涨，九转又涨。所以这种地方其实都是连续有九转，但它不自涨，或者说它可能只是震荡，只是微调，而后继续上涨，不影响大局。可能要在很多次九转之后才会真正面临一个真正的一个衰竭。当下跌九转不一样，下跌九转之后，哪怕它是反弹，很多时候它也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反弹空间，有时候是一个大的低点。所以周线上的九转，包括最近2次，是吧？这一次是周线九转，是一个大的波段的低点，牛市的低点。这里也是周线九转，它还是一个牛市低点。当时这个九转我们是提醒过的，这种地方要小心，不能做空。现在日线上出现一个上涨九转和下跌九转，那么我们更加相信的是，这个下跌九转是一个底，而这个上涨九转不是一个顶。这是一个目前美股市场九转当中比较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因为它并是一个牛长熊短的一个市场。所以在这种上涨九转产生之后，我们可以去关注刚刚所讲的缺口的一个支撑，而后我们认为如果它是一个强势的一个九转，或者说后续依旧能够上行的九转，它这种回调应该是不会去破这个缺口的，反而我们应该在九转形成之后寻找的是回调买入机会，因为大部分情况下美股的上涨九转后继续上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这里我们也可以区分一下它的一个风险性，如果一个九转产生之后连这个九的低点都没能够被跌破，那它大概率走的是一个震荡横盘，或者说它都不回调。如果九的低点能够被破，我们再去寻找底下的支撑。所以底下的支撑除了缺口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往上关注这个九转的一个9号 K 线的低点。如果连低点都不破，而是走震荡，或者说继续走阳线突破，那么这里我们认为的是会加速去新高，还有一波短线的加速行情，否则就是正常回调找买点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之前这种地方九转产生之后，其实它都没有去跌破9的低点，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它还有继续上涨的一个动能，包括这个9的地方它也没有跌破9的一个低点，是吧？依旧存在上涨的一个动能。而后续的股价下跌回调，它其实也是调到了九转的一个支撑上，出现了新的下跌九转，而产生了行情。所以九转的观察往往不是简单看到9就去卖，或看到9就去买，所以还有很多的一个意义。所以这是我们当下所产生九转时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希望以上的2部分内容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依旧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也可以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呢，阿哲的每期视频您都可以持续的跟踪，而显示已订阅就说明你已经订阅阿哲频道了。如果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有所帮助，可以点上这个免费的订阅。而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阿哲是准备了一些对于新同学的一些订阅福利。目前的市场虽然看似在横盘，但其实很多个股的波动也是不小的，是吧？有暴涨有暴跌，有财报的这种环境之下还是比较大波动，有些不好操作。所以如果您是在这段行情当中感觉操作很困难，或者说美股行情您经常看不太明白，或者操作经常会错误的同学，那么阿哲相信这份福利能够帮助到您。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就可以在本周甚至下周，您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期权实战班的一个内容。阿哲是专门邀请了一位经验丰富、有10几年从业经验的龟头老师，他也是一位可以算得上是期权交易大师的一个人物，为大家去分享有关于美股行情和美股当下的期权的一个策略。这位老师在讲课的同时，也会用一个账户为大家去进行实战的一个演练，您可以根据他的一个策略来去学习，甚至进行一个实战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看到，在近90天，这个账户的收益整体是达到了 53.22%， 而最近的这90天其实行情并没有说什么大涨行情或者说大跌行情。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出，龟头老师策略整体是比较稳健并且有效的。所以如果您目前的相对账户操作并不是很好，那么也可以多学学龟头老师的一个期权实战课程，很多同学在近期也收获不少。像我们之前盘前视频我们讲过，像谷歌啊、货位啊，这些也是龟头老师所跟踪的。那很多同学在这种环境之下，也通过这些策略有所盈利。
希望您可以成为下一个。而如果您是订阅阿哲频道，那怎么去参与这些课程，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亦或者是底下评论区，阿哲也放置了朱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找到助教后，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本周的期权实战课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个股解析环节，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依旧在维持一个反弹，之前在走了一个下跌九转之后，目前是一个九转的一个上涨，但大家注意了。九转的一个上涨很明显是比九转的一个上涨很明显比九转下跌空间是走的要短，跟目前的指数是不一样的。纳斯达克指数是走了一个九转下跌，再走一个九转上涨时是已经把之前的高点给破掉了，所以这种是属于多头转势强劲，容易出现反转的。而我们看到特斯拉是九转下跌很强，是吧？这个九转下跌把之前九转上涨的低点给破掉了，而目前这个九转上涨没有把九转高点给破掉，所以这是一个上涨后的破位反转，以及下跌后的一个反弹的概率会更大。所以目前的九转出现，说明上涨衰竭的可能性，而后又伴随是在缺口附近，所以这里要小心。如果9号 K 线低点被破，那就小心它是一个下跌反弹，准备继续往下走的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不是多方的，所以这里有可能是一个反弹节点，上方刚好有压力，刚好有九转，所以守住这个支撑，支撑不破，有机会能够去再往上走。因为九转的衰竭它是短波段衰竭，而这里如果是中长线上涨，那么这个短波段衰竭一般不会引发继续的破底现象，所以设好防守位。如果手中还有持股，那么防守跌破再做止盈也是可以的右侧策略。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趋势方面，目前我们所看的是上影趋势图表的特斯拉。而在图表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现象要注意，就是九转的防守位是还没有跌破，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告诉我们最好是减仓位，黄色 K 线。黄色 K 线是属于一个超买的一个信号，超买信号产生的地方，如果还是一个下跌趋势，那就要特别小心，它可能就是一个高点的提醒。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10日新的黄 K， 并且伴随阴线的仿包消失跌破，这里我们认为至少要减一点仓位了。下一个减仓或者说直接就短线反弹清仓点，你可以等待一个下跌破位，破票带，破这个9号 K 线低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这里是一个很大概率的反弹高点。那么如果是反弹高点，它破底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那么这一波反弹也就先做到这个地方结束。像之前这种地方上，只要是黄色飘带，它容易是一个反弹。那黄色 K 线被反包跌破，又是黄飘带，又有压力，那就要小心它可能会发生一个破底的行为，这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有过的前车之鉴。那么这一次它不一定会完全复刻之前的行情，但它毕竟还是一个风险信号，这是要注意的。而从周线来看，周线就还不错，因为它是一个蓝色 K 线消失反包，蓝 K 消失反包跟黄 K 是反过来的，这黄 K 说明是一个超买信号，而蓝 K 是一个超跌信号，价格蓝 K 消失就有机会是一个反弹低点，所以目前至少周线有机会确定了反弹低点，反包阳线也有了，所以哪怕日线有一个调整，只要调的力度不要破左低，依旧能够有支撑。我们依旧认为回调之后是可以寻找买入机会的，因为九涨形成之后，它这个支撑线也就出现了，在1号 K 线的低点。那么如果跌到这附近有止跌阳，我们可以继续看周线的反弹持续。但如果行情很强劲，在减仓之后，它也可以选择继续往上突破。但突破最好是突破 347.36， 我们再认为它真的很强，调都不调，否则它还在这个误差范围之内。接下来我们来看下只标的是英伟达。英伟达的一个走势依旧保持一个强势上行，而后目标位还是前高，因为从周线来讲，等一下我们会说一下，周线环境是能够看到左高的一个目标位。而后它有2个缺口出现，所以在很多个股当中属于特别强势的一个股票，短线上特别强势，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可以去多多关注。那这一次的回落是稍微补了一下缺口，而快速的反包阳线，理论上来讲，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买点，但它离上方的一个压力有点太近了，所以这个地方直接做买点要小心，可能会有骗线的嫌疑，毕竟它没有破左高，是吧？离左高也没有破。前面的这个缺口，前面这个引线压力又比较近啊，所以这个地方空间有点小，除非你做很短的这种日内的一个走势。有时候行情如果比较弱势或者说偏高位的，它有可能会出现一次反包之后就快速衰竭，是吧？就一根反包阳线，以为止跌，但是它可能没止跌。价格一天反包，你以为止跌了，但没有止跌，是一天反包没有止跌。所以当多方相对极限的时候，或相对比较弱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用反包这种阳线来去做这种头部或者说这种风险点，所以最好不要单根阳线在连续上涨之后，是吧？去做这个地方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再次启动，它哪怕是一个多头很强，
也不太保守，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比较建议，特别是上方有压力比较靠近的情况下，最好还是能够过个左高，把左边高点收完突破，也是比昨天高点高，这种 K 线产生的时候，你再去买入，至少它上方就只有一个压力，否则如果昨天这里反驳就买入，它这里其实一个压力、两个压力是吧都没过，其实这个地方空间就有点风险。所以这里如果你是之前减过仓的，没有必要着急加回来，可以留有仓位，那么等待行情再次的收盘跌破再去继续减仓，也可以防止踏空。而如果出现收强势阳线再次突破，可以去做一个加仓博弈点，当然这个点位不适合是你之前一点仓位都没有的，如果你一点仓位都没有，那么这个点位可以放弃，你可以等它突破之后再寻找回调买点，不然对你的风险会比较大。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趋势的一个面板，日线上看到英伟达，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它其实目前是有一个连续的黄色 K 线，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的指数特斯拉所存在的这种环境，其实英伟达也有，英伟达已经出现了一次破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当时讲过，你可以去减仓，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黄 K， 如果黄 K 继续消失跌破，那依旧是一个减仓点，而黄 K 产生时它没有去突破之前黄 K 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也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加仓信号，因为它又进入到黄 K 了，是吧？除非刚刚出现我们那个信号可以做短线加仓，否则以回调或者说以过压力再回调去做买点会更好。所以我们的支撑位可以看这个缺口，也可以看这个飘带上沿 211.504 都是可以的。所以每次黄 K 产生时，我们留有一点点戒心，这认为是有必要的，没有必要为这么一些可能着急的情绪，或者说想要追涨的情绪，怕错过的情绪而去为亏损买单，毕竟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特别是对于手中没有仓位的同学。接下来我们看到加密货币方面，加密货币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其实还是维持顶背离，当然目前指数标普纳指也还是顶背离，顶背离就是有一个指数没有出现新高，另外一个指数新高了这种叫顶背离。我们看到比特币、以太坊其实也同理可以用这种方式，上方是以太坊，以太坊它其实一直保持是能够突破像左侧的高点，当然这个高点其实也是突破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比特币它其实这个高点其实目前为止没有被突破，是吧？所以它两者之间是有一个背离的一个现象。那么背离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顶部可能形成的一个过程，除非比特币能够顺势也往上去走出一个新高，那么有机会两者同步而后去进行一个反转。那么现在以太坊是比较强势，所以它的飘带呢还是保持一个紫色。当前两个标的当中，比特币是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的跌破，而且是黄色飘带，所以目前比特币是适合我们所说的空方节点，因为它是黄飘带了，都有顶背离了，有黄 K 跌破了，是吧？所以之前我们讲过的，比特币可以考虑这个空单，这个空单只要它不去修复背离，其实整体来讲我们还是有机会去一直看到底下的低点破位的，因为它是一个大级别的下跌趋势嘛，当然它这里也有可能转为一个震荡，所以这里最好能够伴随后续这个黄色飘带不要突破，能够走持续的黄带，上方的一个以太坊也能够转为黄飘带，那么是比较好的，那么你的比特币的一个空单就会相对的安全，慢慢会从短线可以走向这个波段这是阿志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地质标的是扣位，目前所看的是扣位的一个图表，在上次我们说过这个地方其实是适合去减仓而不是去加仓，当然我们是从技术面的角度去看的，而后它发生加速是因为财报的原因，所以这个就不属于技术面可以去窥探的了。之前的这个低点出现了白 K 超低的一个反包，所以这里构成一个超低的买点，价格在上涨之后来到了黄色 K 线和龙门线，而后发生破位，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减仓，是作为短线反弹来讲是没有问题的。那当前继续的一个加速空间打开，所以从周线你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一个突破的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这里希望它能够站得住，那而后它有机会发生二次回踩，但是价格走势来讲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破底翻了，是吧？价格能够快速的反转，而后力度很强，并且突破黄色飘带，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走势相对的反转，当然这里它不要是一个震荡行情会更好，因为震荡可能这附近又是一个压力，可能会比较明显的这种波幅，如果要出现趋势的一个反转，那么这一次向上突破飘带之后，最好就能够站稳往上出现紫色飘带，这样会避免它是一个大的一个震荡幅度，所以当下连续的一个上涨已经是达到了一个之前震荡区间的上轨附近至少是中上轨，所以这种如果它这个震荡行情，这里是比较风险的，所以当下我们是减仓之后，如果你是全卖了，或者说留有一点底仓，那么这种地方其实都可以等待后续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飘带的上行，而后价格的调整，
那么会在这种地方产生一个密集的支撑区，跟龙门线、跟飘带有关啊，也跟这个缺口有关。在后续回调时，只要缺口不完全填补，或者说它调的比较弱，那么其实都是比较好的。再去看这个日线是个大的底部的一个机会，所以可以去关注。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像谷歌和科沃位其实都是这个龟涛老师在我们的实战班当中经常会去跟踪的，那最近也给了不少策略，所以大家如果是对于谷歌啊、苹果啊、科沃位啊等等的，您也在关注，但是可能操作上还差一点点，或者说并没有说在最近有所盈利，都可以多关注一下龟涛是一个期权班。如果您是新同学，记得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去找助教，去报名、去参与、去听课。那目前谷歌其实也处于一种价格相对不错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经历一波周线的黄色 K 线下跌之后，出现了超跌，出现了一个九转，就跟之前的境地是差不多的。它周线也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趋势也没有问题。只是这个蓝 K 目前还没有去突破，所以这里有一点点的疑虑，有可能不是有效的一个止跌，所以希望在日线上我们去做了一波反弹，是吧？这里是一个蓝 K， 这里是一个黄 K 啊，前面这里是蓝 K， 这里是黄 K， 是吧？所以像科沃位那种在卖出之后继续加速那种只能靠财报，只能靠消息面了。正常没有财报的影响，蓝 K 和黄 K 的效果都是不错的，所以这里卖出没有什么问题。卖出之后，现在来到了龙门线，来到飘带附近。所以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密集的支撑区，是吧？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科沃位后续可能会形成的一个密集支撑区在这里形成。那我希望在这里出现一个反包阳线，重新站回飘带，这里可以作为再次的看涨点。当然，如果它没有反包阳，那比如说我们上期视频说这里要反包阳，这里没有，那就等下一个。这里如果还没有再往下跌破，那就不太好啊。所以这里至少还有一个缺口在这里，所以这里是多重支撑，有反包阳就可以再次介入，去博弈周线是真正的止跌。而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微软，微软呢也是在出现一个黄色 K 线加九转，是吧？黄 K 是超买，九转也是超买，两个都有。那么这个时候出现反包跌破，就注意了，它的空间要迎来调整。那么也是下方这里有一个缺口，有一个飘带，所以共振的支撑区一般是作为首先关注的。也就是说，我的目标应该先看缺口的上沿，也就是说这根 K 线的低点475作为首先的支撑区。价格调到这附近，看价格反馈能不能有长下影线，能不能有反包阳线。从周线来看，它也是一个黄 K。所以这里要注意，如果它发生的是日线黄 K 回调，那么大概率就刚才所讲的支撑点应该就能够止跌。如果它不只是一个日线回调，而是周线的黄 K 的回调，那么空间可能就会大很多了，可能会往这个大阳线的区间内回调，甚至更弱一点的会往这个龙门线和飘带周线的承压区去调整。所以你一定要注意的是，支撑归支撑，支撑附近发生的价格行为才是更关键的。所以支撑我们知道一个是75，一个也可以看到下方的龙门线420左右，但哪里发生变化是最关键的，所以在那附近寻找一个止跌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Coin 就还是保持弱势，是我们之前讲过这种龙门线向下黄色飘带，包括之前同样的什么 MCTR 也是一样的，是吧？都是龙门线向下黄色飘带，这种你要期待它做多去赚钱，难度是地狱级的。它不是说不能做多，它也有上涨的时候，在之前这里不也涨了，这里也涨了，这里也涨，都是上涨的，但是它的胜率很明显就不是很高，就不太容易精确把握到那种上涨点。所以比较建议的是，最好还是找龙门线向上，而后日线的飘带是紫色的会更好。如果你发现它周线是黄飘带，龙门线下，日线也是，那其实这种做多的一个胜率就会低一些，那或者低很多，所以我们不以此作为主要做多标的。但是如果你还要再看，目前是有一个运线目前没有上破，如果能够走出上破回踩，依旧可以去选择做交易。之前这里也是上破回踩可以找买点，买到之后如果失败就要做止损，如果能成功，那么就可以按照之前的这种逻辑去看价格走势，向上回踩，向上回踩，每次回踩这个飘带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机会，当然有蓝 K 会更好，但这种蓝 K 的地方它不是每次都有，它要看运气，像这个低点底部其实就一次而已，胜率会高很多。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Circle 是继续在持续的走出上涨，它是来到了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它虽然还是龙门线下，但它有机会是一个中期反弹，而后往紫色飘带的运行，它有连续阳线产生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紫色飘带和黄 K 它的一个配合。如果黄 K 跌破消失，风险释放但不破飘带，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回调找买点的地方，因为从周线来看，它也是一个蓝 K 消失，会有反包阳线，是吧？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产生一个中期的反弹的，但是它依旧是一个逆势左侧博一个反弹的一个地方，是吧？中期反弹看飘带的中期反弹。看这个目标一般是看龙门线 85.616 这个地方，如果可以等消失黄 K 回调再买会更好。下一个我们可以看到里来其实也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每次有 K 线从蓝 K 到一个黄 K，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短线短波段的一个目标的完成。当然它不是每次都那么标准，有时候可能不会有黄 K 这种涨得比较弱的时候，是吧？但你会发现里来它是有的，之前这2次其实都是，那这一次又来了，这个蓝 K 黄 K， 好，黄 K 低点做防守，跌破就小心风险。目前有一根大阳线，有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如果黄 K 低点有支撑，黄 K 前面的大阳线也有支撑，飘带也有支撑，那么这里如果出现止跌收反包阳，或直接把这个黄 K 高点反包，其实它可以作为一个回调的一个启动点。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认为它还有机会继续走到九转，以及强势的去突破左边高点。当然，如果它的黄 K 是跌破的，大阳左侧的低点也是被跌破的，飘带也不撑住，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注意了，它有可能要往下。继续去看一下这个龙门线了，毕竟之前一直是低点在降低了，目前左侧高点也有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MD 它就是一个黄色飘带维持，那么它就容易走低点降低，是吧？高点降低，目前还是在走高点降低，黄飘带依旧还有压力，所以这里还看不出市场的一个反转的意愿，只能说它这里在开始走震荡收敛。从周线来讲是开始走运线，是吧？连续周线开始收敛，这个时候它是回调到紫色飘带。但它没有蓝 K， 所以最好能够有一个周线上的启动阳线，而后找日线的机会。如果没有，它这里只能说有支撑停顿了，但不能说它是一个止跌很有效。所以这里可以看出它还算是不太强势的。最近指数走的这么强，是吧？它走的是一个震荡，所以这里资金来说不是很青睐。那至少还比较冷静。英特尔它会好一点点，它至少是已经站到飘带之上了，飘带呢走窄了。在这种情况下，飘带就很容易在后续震荡或者说上涨当中走为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周线上也可以看出它的蓝 K 被消失反包。所以像 AMD、英特尔和 SOXL 我们讲到的这几只包括美观是吧等等，我们说这个英特尔表现是可以关注的，因为它是提前蓝 K 反包。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去注意它的黄 K 消失时也没有出现明显破位，这里就很容易是什么，在支撑缺口之上震荡，后续有机会是继续往上延伸，出现紫色飘带。如果这几只里面说要买哪个好，非要买它们之一，可以选择英特尔多关注是可以的。当然我们防守要设置好，最好不要跌破这个缺口，如果飘带都不破，那就更容易走强。下一个来看到 APP 就继续往低点走了，确实跟特斯拉很像。我们今天讲它跟特斯拉有点类似的空间位置，龙门线向下，又有一个黄飘带，同时跟特斯拉一样有一波强烈的短线反弹，又多是吧？而后出现暴跌，所以目前就是维持这种下跌。而它的周线上其实比特斯拉来讲是差一点点，特斯拉它其实回调到龙门线有一个长下影线，而它是周线走九转，还在黄 K， 没有说到九转，是第五转，下方的一个龙门线也还没触及，所以比特斯拉的境地要差一点。所以这里如果反弹，那么其实可能还不到位，所以只能说先看看。这种其实就跌得还比较强，不要随便抄底啊。下一个是半导体3倍做多，它是碰到了龙门线，但是它的止跌力度是至少阿直认为不如英特尔，因为它这个蓝 K 没突破啊，所以它的反包力度也跌破了这个飘带，所以整体来讲是比 AMD 要好一些，但是比英特尔的差一点。所以价格走势它目前还是一个黄色 K 线消失，没有有效突破，目前是往上走，但飘带还是有一定的宽度，比 AMD 好，但是没有强过这个英特尔，所以也可以看，但是还是以英特尔为主。这里可以看到它也有缺口，但是它回补了一些，不过目前看飘带能转为紫色，后续依旧可以跟踪。底下龙门线日线上是 112.905。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的话，阿哲把它的绿色块给去掉了，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这里是蓝 K， 然后加速，然后在这附近呢左侧可以去卖，后面呢其实它出现是一个黄色 K 线消失跌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右侧买点。之前阿哲讲是一个左侧卖点，
那左侧卖点有时候会比右侧买点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有时候可能会是踏空，所以这个呢看取舍。像这次左侧卖的话呢，就很容易卖的比这个右侧好一些。价格走势目前是一根阴线跌破3根黄 K， 所以右侧黄是飘带，所以这里至少会有一个二次回踩。二次回踩时呢，关注它的一个缺口，关注加速阳线，以及之前的这种破位之后快速又站回这种行为。所以这里呢应该算是一个强支撑区，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止跌。作为二次回踩再往上去破，那样的话呢，其实从中线来讲，你是不用去离场的。中线因为它来到了龙门线这里，只是它的一个力度，然后它的止跌力度一直呢是一个反弹，它没有很有效的突破这个飘带，所以这一次也是到飘带出现快速下跌，最好这里是二次回踩能够站上飘带，这个飘带能够在周线转为紫色，那就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跟踪的，可能是中期底部反转的机会，但短线来讲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回调的预警，回调时关注一下它调整的一个空间和底下支撑的一个反馈，那么可以做左侧二次加仓。下一个来看到 RKB。RKB 的话，它是比较强的一个反弹，因为它有点类似于扩位，但是比扩位差一点点，因为扩位的财报直接做了一个加速，否则的话是差不多的。它是周线出现一个强势底分型，我们目前认为它是处于之前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底部的可能性，只是跌得有点深，上方有黄飘带，所以比起之前这个地方呢，它多了一个压力，所以这里出现一个反包。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强势底分型之后有二次回踩，当前周线上看是有那么往下踩一踩，所以日线其实可以找一个加仓机会，因为黄 K 没破嘛，所以这里如果有反包阳线的话，又有止飘带，我们可以继续寻找一个加仓买点。那而后我们可以用黄 K 去设置一个防守，当然你也可以用紫色飘带去设一个防守。今天呢可能会形成一个九转，整体来讲还可以，可以去跟踪，但上方的一个龙门线最好能够去跳过。下一个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话也是到了九转产生，而后有一个变日，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一般九转加上变日的话，后面大概率是高点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一个阴线跌破，那么先关注一下飘带的支撑，飘带如果支撑有效，那么这里就很漂亮，是一个回调的一个买点。所以飘带的目标是412、411附近，所以这里可以关注一下它的支撑，有的话呢可以作为买点。然后周线上是一个反包阳线，本周最好保持反包阳线，那么就还比较漂亮。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确定周线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止跌行为，所以本周这一个反弹确定周线只要保持是止跌，当然这里不要快速今天出现一个阴线下破，那就不好了。当然周线可能就还不能完全确认，所以可以关注回调的一个买点。下面一个呢是 PLTR 在加速之后，目前是阴线收破黄 K 的低点，所以看一个回调。回调时依旧是缺口，而后看龙门线，再加上飘带，大概的强支撑在148、147左右震荡，然后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这个缺口也是可以的。所以看一下这波回调的一个强度，如果连缺口都不能完全突破，那么这种地方有可能是当阳不破，那么继续呢往上看它的一个强力的一个上涨。当然目前依旧是认为它是反转了，因为这个力度太强了，价格在突破黄色飘带之后走2根，所以目前是第二周呢出现了十日线，那么就注意它可能要往一个下方回调，回调之后再找买点因为大概率回调过程当中周线飘带就转为紫色带那这个时候趋势在周线就有机会迎接反转，那么日线也可以找强力的支撑区。下面我们来看到美光科技，美光科技就还是偏弱，反正阿哲认为就是英特在前面，然后 SOXL 剩下的其实都偏晚偏后，那么周线上呢其实就是震荡，还没有完全的反包，所以也算是回调在支撑，但是它的力度不强，目前还是走震荡，但是比 MD 要好一点，是吧？它有一个缺口，前面的缺口也是实体回补一点点，没有阴线跌破，目前又来一个缺口，所以整体比 MD 还是要好的。价格走到这里最好不要有明显的阴线下破，因为它毕竟是黄色飘带要站稳，要转为紫色飘带，后续会更加好做一些。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就是正常走一个回调了。之前我们说这个黄 K 破位要减仓，目前继续减。那后续呢，这里是一个缺口的一个支撑区，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飘带，那往下调的时候，在这附近找支撑买点即可。因为从周线来讲，它是一个止跌新高，但新高没有突破，这里不太好。如果当时收盘能够过就更好了，这里没有突破，要小心它不要回调的太强。太强的话，可能这里还是有可能是一个高点的，因为它一直走的是震荡上行。好，所以这里呢要避免不要说抄底太早，
我们一定要确定一个准确的信号，否则这里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回调破走高失败，一个做顶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被买到半山腰，所以最好是明确的止跌会更好。下一个看到 AOI 的话还不错的是它的一个龙门线和飘带是震荡，是一个收敛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区间。那么这种区间呢，一旦能够调到这附近，我们就明确这里一旦有止跌就可以看涨。当前是九转，然后再走震荡，如果这个地方能够保持震荡，然后形成九转，再出现强势的阳线，也可以作为买点，不一定要非等回调。它的周线上也有点类似于扩欧那种类型，连续的蓝 K， 然后仿包，那么碰到黄色飘带，那么这里回调时，那么最好是能够浅调，不要深调，那么后续去找买点会更好。LITE 的话，它其实之前是类似它的一个走势，目前是不是调到我们所说的这个低点上？其实 LIT 应该也标注于一个绿色块，但是阿哲没有去标上，下次可以补上。大概率我们说这个缺口加上这个飘带是不是支撑？上期我们讲过这个地方调下来又有支撑，支撑之后目前有仿包，它算是一个附线的一个买点。当然这个买点不是很好，因为它涨得太多了。这里如果不是涨得这么多的话，是个好买点。这样的话其实有点偏追涨。所以这里是一个回调，这里是启动，这里算是一个买点，是好防守位。那么当前它呢还比 AOI 还早启动了一点点，是吧？它是一个周线的反包阳，周线九转，所以可以作为一个买点。但是要注意的是，它有可能会调，所以可以找后续缺口附近的再次加仓。目前这个结构还是慢慢的走好了。而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NBIS。NBIS 在价格走势当中是不是一个上涨蓝 K 突破黄 K 跌破，然后在这里呢有仿包吗？没有仿包，所以这里差一点点。如果有仿包就好了，它没有仿包是一个运线，直接加速。那这种错过的买点就没有必要去追了，所以可以先看 LIT， 像 NBIS 呢就等后续飘带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次走回调再去看。那么以上就是8月1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